话说这一年，魑魅横行，各地走尸肆虐，仙门百家纷纷组成夜猎小队，奔赴各地平乱。蓝忘机年岁不足治学，已在夜猎之中崭露头角，又因逢乱必出而素有佳名，便有人送了寒光君的美称，并渐渐传播开来。此时，一众15、16的少年泥泞不堪，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，唯一一个衣裳干净的那个翘着脚坐在枝丫上，一手转着一杆竹笛，懒洋洋的道：喂，走尸不是都杀光了，你们还不赶紧去洗澡，臭死了。一少年道：大师兄，我累得一根手指也抬不起来。又一少年道：大师兄怎么做到掉泥坑而不染的？大家明明一样被尸群包围。在一个紫衣束发少年吃道：你们要是像他一样天天爬树撵猫，自然也能遇到危险，快速上树。起先的少年深以为然，道：二师兄说的有道理，以后我们也该向大师兄学一学爬树。对，下次一起爬树。哈哈哈哈，还是别了，要是江叔叔知道我带你们学坏，岂不要打断我的腿，又给你们加双倍功课。江澄哼了一声：魏无羡，别得了便宜卖乖，有本事你也得个美称，把那姑苏的二公子比下去啊。魏无羡停下转笛子，腿一盘，正色道：他叫寒光君，我叫什么？大寒光君如何？比他大。江澄呕得要死。噗呸！少年们面面相觑，顿时笑喷。一温婉女子匆匆而来：阿羡、阿成、云岚、金水两地告急，父亲让你俩人各带几位师弟去援助。魏无羡一个机灵跳下树，道：云岚，我去云岚，那里离姑苏甚近，正可会一会那寒光君。阿羡，父亲希望你去金水。哦。少年得令，行李更是早打包好的，便各自点几个玩得好的师弟，出莲花坞各奔东西。魏无羡心道：大寒光君不能大战寒光君，可惜。既为救援，少年们轻装上阵，一路行得飞快，不过3日，已赶到金水的仙门驿站。却见驿站大厅中围了一群男女老少，个个面带向往。有人道：寒光君来了，那大家就放心了。又有人道：寒光君生得真俊。再有人道：姑苏一门双璧，随便哪个能招来当女婿，那后半辈子有指望喽。另人道：那你也得有适龄的闺女儿，你家那个都28、9了，不合适吧？被戳破的那人恼羞成怒，与他推搡起来。魏无羡一听寒光君也在，精神大振，竹笛轻轻一拨，将掐架的2位左右分开。劳烦让让，挡着道了。一人不服，横眉竖眼道：哪来的混小子，敢推你老子？张手就来抓魏无羡的脉门。魏无羡眼神也懒得给，竹笛一翻，啪的一声，将那汉子手背打出一道印痕。那人哎呦一声，不及发作，又一笛烧抽在脸上。魏无羡又待抽第3下，却是铮的一声打在了剑鞘上。剑应是好剑，否则密银所制的剑鞘不会透出丝丝寒气，更不会带着凌冽的剑势。拿剑的手指修长，拿剑的人身姿挺拔，肤色白皙，身着素雪般的白袍，额上竖着1指宽的抹额。魏无羡转过视线，正对上一双无波无澜的淡眸。他总是逢人就笑，于是这次也下意识微笑起来，随即那微笑化作狡黠的笑意，漫不经心的道：寒光君，久仰，麻烦你把剑让一让。蓝忘机神色似挂着霜雪，是近乎刻板的一排肃然，尽管年龄尚小，却有着超出年纪的老成和稳重。闻言，他道：适可而止。若有人自称寒光君的爹，你会如何？我父母早亡。哈哈哈哈！寒光君高明，我很抱歉，哈哈，但是我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，哈哈哈哈哈！你千万别介意，我也是孤儿，莲花坞领养的孤儿，哈哈哈哈！所以下次我也这么说不就好了？他松了架势，笑得前仰后合，又去搭蓝忘机的肩。蓝忘机退了半步，避开他的鹿山之爪，道：莲花坞。魏无羡笑得气喘吁吁，扶不着蓝忘机，只好转回去扶着师弟继续笑，说道：对，我们是莲花坞来的，管事儿的呢。说说情况，咱们一屋子这么多人，趁早把山鬼一锅端了呀。情况十分简单，山鬼群在金水山坳与金水河口的交界堆成了一坨，上山的人进不去，下山的人下不来。下河的码头被山鬼踩塌了，船只靠不了岸，只能停到对岸去。解决不了的唯一原因是数量太多了，
而且还在增多。山上每天每刻都有山鬼冒出来，加入挡路的山鬼群。魏无羡摸着下巴，眼珠转了转。老人家，我们可否亲自去码头看看？老村长道：怕是去了容易，回来难。哦，怎么讲？前日一位修士自告奋勇去打探，至今未归，魂灯也灭了，想来……哦，既然一位不行，那就去2个，我与韩光君同去，应万无一失。这话一出，众人纷纷惊诧，老村长更加震惊。这如何使得？更有人不客气的道：你若一人送死就罢了，何苦拉着韩光君陪葬？魏无羡却充耳不闻，抬眼去看对面那俊俏君子，挑衅道：如何？你敢不敢与我去看？走吧。蓝忘机说罢，转身率先出了大堂。魏无羡快步赶上。哎，你慢点，你走那么快做什么？等等我。蓝忘机走得更快了。蓝忘机，韩光君，蓝战。蓝忘机停下脚步，转身，目光冷淡地看着他。魏无羡转着竹笛赶上来。干什么？不用这样看着我，叫你蓝忘机你不听，我才叫你名字的。你要是不高兴，也可以叫我的名字，我大名魏婴，字无羡，你可以记一下。蓝忘机一言不发，目光更冷。魏无羡挑眉，毕竟这是将来会与你并驾齐驱的名字，所以不管你脾气不好还是心情不好，都记一下呗。蓝忘机冷淡道：你在此地等待。不好，天下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让我等。谁？我未来媳妇儿。无聊。他转身就走，没能甩开距离，魏无羡自然很容易就跟上了，不止跟上，还十分快活的道：这怎么能叫无聊呢？你我年岁相仿，好朋友之间讨论心仪的女子，或者畅想未来媳妇儿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蓝忘机瞥他一眼，意思不言而喻。刚通过姓名，何谈好友？魏无羡笑道：你我一见如故，自然不能和一般好友相提并论。况且你收了我的东西，又告诉我对付别人的妙招，已经是知己以上的关系了。蓝忘机脚步停了下来。我何时收了你的东西？他话未说完，便被魏无羡塞了一颗东西在嘴里，顿时脸色一变。魏无羡又剥开一粒新鲜莲子，边吃边道：这可是我们莲花坞的特产，可甜啦，分你一颗尝尝，多了不给哦。自打被塞了莲子之后，蓝忘机似乎下定了决心，再不搭理魏无羡。于是不管魏无羡怎么想尽办法撒泼逗趣，统统被当成了耳旁风。临近码头，蓝忘机停下，又道：你在此等候。我刚才说了，只等我未来的媳妇儿。莫非你女扮男装，还非我不嫁？蓝忘机根本不接话，冷冷道：山鬼难缠，我无暇顾及他人。魏无羡心中一动，方才人前不立即拒绝，到私下让我在安全处等他。这蓝忘机竟敢比小爷我还高风亮节，我怎能如他的愿？他嬉皮笑脸，伸手去勾蓝忘机的下巴。别怕，山鬼再厉害，也有哥哥罩你。蓝忘机扬剑挡下这轻佻的动作，更是面带寒霜，招呼也不打，直接御剑而起。身后传来一声口哨，他便欲使剑飞得更高更快了些。眨眼之间已来到码头上空。蓝忘机正待观察山鬼情形，附近又响起一道口哨声。再一转头，魏无羡踩着一柄轻灵的窄剑，笑眯眯的就站在他半尺之外。魏无羡又吹了一声口哨：干嘛啦？不要这么凶嘛！知道你肯定也会遇见，才特地叫你一起来探查的。别看我，看走尸，看山鬼啊！真是岂有此理！他明明跟在背后看了蓝忘机一路，却反咬一口，率先指摘对方。我最帅！蓝忘机嘴角抽了抽，可惜他家教素来端方，不知如何骂人，到底没憋出半个字来。魏无羡自夸完，咂摸一番，又补充道：不过如果跟你比的话，我大概是要差那么一点点。无聊至极。碧晨剑光一闪，降低高度，在离地4-5丈的低空慢慢滑行。地上黑压压一片，山林之中不时冒出3、3两两的黑点，向码头汇聚。蓝忘机飞得慢，魏无羡顺理成章地跟着。看过一圈，魏无羡道：山鬼以瘴气云雾为食，走尸以人阳气为食。码头人来人往，又位于山隘要道，阳气虽然旺盛，却太旺盛了，足以压制寻常的魑魅魍魉。按理说，这些东西是不敢来此处的。无力不往。的确，想来有什么东西，让他们不惜承受超过限度的阳气，或者说
获得的益处远远超过可能承受的伤害。去中心一关。魏无羡欣然接受，一指狮群有书有秘，那最密集之处应该就是中心了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